最新民调显示，枪击事件并没有让特朗普的支持率大幅上升。然而，美国的盟友们已经开始为他重返白宫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展开接触和部署。特朗普16号披露了自己的施政计划，其中包括针对欧盟等大幅提升关税，令欧洲更紧张了。 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枪击事件后，特朗普在登记选民中仅以43%支持率略微领先拜登的41%，并未引发选民投票意愿的颠覆性转变。此外，有超过80%选民担心11月5号总统大选后恐怕会引发更多的政治暴力。当地时间16号，特朗普透露了他的经济施政计划，关税是重磅内容之一。 他表示，上台后将全面提高关税，计划对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则征收60%或更高关税。他强调，来自欧盟国家的商品也将是征收关税的重点。实际上，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就多次透露，一旦再次当选，将大幅提升关税。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曾在多个场合中毫不掩饰对征收关税的偏好。 We think of it as free trade, but you right now don't have free trade.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tired of watching other countries ripping off the United States. We let Japan come in and dump everything right into our markets and everything. It's not free trade. If you ever go to Japan right now and try to sell something, forget about it, Oprah. Just forget about it. It's almost impossible. So we are taking in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e've never done that before.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step. I love the position we're in. Tariffs are tremendously powerful, gives us a big political power. I made other countries sing with the threat of tariffs. And if you don't have tariffs, we have nothing whatsoever on them. 特朗普的施政计划让不少西方盟友背后发凉。德国媒体近日援引该国经济研究机构报告称，特朗普如果当选，德国经济将损失1500亿欧元。So eine Anlage, die kostet ca. 200.000 bis 300.000 Euro. 10% on top war einfach auch für den amerikanischen Markt zu teuer. Das heißt, faktisch werden auf diesen Produkten für den amerikanischen Markt sitzen bleiben. 另有德国企业表示，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会将涉及美国的大额生产投资延至美国大选结束后再做决定。商界忧心忡忡之际，欧洲盟友也在政治层面展开了与特朗普团队的接触。当地时间15号，德国最大在野党基民盟议会党团副主席施潘参加了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他强调，虽然并不喜欢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但美国仍是欧洲的安全保障，也是德国最重要的盟国。两国在加强北约团结等许多方面仍有共同利益。但施潘同时也表示，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将是对欧洲敲响一记警钟。还有媒体报道称，欧洲对于特朗普和万斯的组合感到非常担忧。万斯曾对欧洲多国发表负面评论，如果两人搭档胜选，美欧在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加剧。万斯出任联邦参议员以来，多次投票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呼吁乌方与俄罗斯谈判。近日，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再次强调，特朗普一旦当选，就会同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谈判，让这场冲突尽快结束。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 with a brain in their head, Jake, knows that this was always going to end in negotiation. The idea that Ukraine was going to throw Russia back to the 1991 borders was preposterous. Nobody actually believed it. 令乌克兰紧张的是，去年12月，万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采访时曾表示，美国方面需要接受的是，乌克兰可能需要向俄罗斯割让一些领土才能结束冲突。万斯还表示，没有人相信乌克兰会在这场冲突中获胜。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不怕特朗普当选。Я думаю, що якщо пан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стане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ми будемо працювати. Я цього не боюсь. Ну такі праві або більш радикальні. 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泽连斯基现在实际上高度紧张。他上个月曾喊话，如果特朗普已经有了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不应等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再透露细节，而是现在就说出来。面对特朗普对此不做回应的态度，泽连斯基还补充表示，美国不应让乌克兰自生自灭。16号，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场会议，团结成为关键词。特朗普昔日对手黑利一改此前口风，转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反对特朗普的重磅人士也纷纷发表支持态度。特斯拉 CEO 马斯克更是宣布将每个月给特朗普提供45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speak to this convention in the name of unity. I'll start by making one thing perfectly clear. Donald Trump has my strong endorsement, period. 曾公开表示特朗普不适合当总统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态度一改此前，不仅赞扬特朗普任内政绩，还呼吁选民不一定要100%认同特朗普才投票给他。而就在数日前，关于黑利是否受邀参加大会的消息还曾引发一番波折。黑利的发言人钱尼丹顿向美媒透露，黑利原本对未获邀请感到满意，但如今他如期站在舞台上为团结发声。同样改变态度的，还有曾在党内初选与特朗普竞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My fellow Republicans, let's send Joe Biden back to his basement and let's send Donald Trump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当天，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7月8号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2024共和党党纲。与2016年的党纲相比，最新党纲的特朗普色彩更加鲜明，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伟大的主题更加突出，甚至成为党纲主标题。而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或提名参选副总统的万斯，成为此场会议上除特朗普外最受瞩目的人。Greatest, I think, choice for President Trump because of the way he can articulate the America First message, because he lived it as a child. You know, he came from really humble beginnings and became the U.S. Senator. But not only that, he was in the Marines. He went to Yale Law School. 美国媒体用大篇幅报道了万斯的吸金能力。80后万斯虽然是政坛新手，但却是风险投资行业的老手。在踏足政坛之前，万斯曾在硅谷工作，担任风险投资家，这样的身份被称为是科创界的宠儿，有着几乎遍及所有科创企业的超级人脉。有分析指出，特朗普之所以选择39岁的万斯，除了要用他的年轻来与拜登的年迈形成鲜明反差外，更看重的是他的吸金能量。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特朗普和万斯的阵容听起来就像胜利。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爆料，马斯克计划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将每月捐款1000万美元给特朗普助选组织。虽然该消息遭到本人否认，但是马斯克确认承诺捐款1.8亿美元支持特朗普。实际上，这个数字意味着马斯克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平均每月向特朗普提供4500万美元。而就在10天之前，马斯克还曾公开表示不会向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捐款。Look, that is stunning on multiple levels. First of all, just the amount. All of a sudden, sort of out of nowhere, Elon Musk,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but he had not given a lot of money to politics. And now he's within the top 5 or 10 all-time donors to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what's also interesting about it is you now have the emergence of these tech people who are not the traditional, more liberal-minded tech people, but actually kind of anti-establishment, more conservative tech people who are starting to pony up and give real money to Donald Trump. That may be a real shift that'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美国媒体报道称，这种政治转向的飓风正席卷整个硅谷。硅谷被默认视为民主党大本营，但如今除了马斯克，一些曾经公认的民主党金主也已经倒戈特朗普阵营，包括美国大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泰尔共同创办人、创投公司巴威 C 创办人朗斯德尔，曾为红杉资本重要合伙人的创投圈名人黎昂，都纷纷发声支持特朗普，并为他的竞选活动捐款。知名的民主党赞助者美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帕兰特的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雅各布·赫尔伯格已经向特朗普捐赠了100万美元。而成立才短短1个多月的支持特朗普的组织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募款金额已超87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最近几周公开力挺特朗普的硅谷投资人。The future of our business,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is literally at stake with some of these. For a little tech, we think Donald Trump is actually the right choice. Yeah, so underscoring these shifting political winds in Silicon Valley, the pod actually starts with Ben Horowitz.
apologizing to his friends and to his mom for supporting and saying nice things about Trump. They pointed to overregulation and potentially needless taxation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their belief that a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help innovation flourish.